他俩都不就我操！太棒了！哎，他俩都，孩子，他俩都，孩子，啊，我来了，孩子，老子该他妈的！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9号星期二，这周有个突发情况，滕刚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们周2、周4的合练，所以这周是个有挑战的一周，因为我昨天才知道，昨天早上练了速度训练了。今天是周2，5个2000米，目标配速3分35，间隔80秒。我擦一下镜头上有水。之后周4是一个3分20多的5公里，先接水啊。今天还下雨了，我觉得做这种强度是更合适的，因为大家水平就在这些人里，我水平是最差的，因为都是马拉松235以内的选手，是田中先生发起的。田中先生前2天5公里 PB 了，15分58，就在这条路跑的，所以这周要调整一下。未来就是周3的合练跑一个稳定的配速，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全力以赴。因为周3的那个课的强度对我现在来说略微不够了，以后就这样调，周2、周4，然后周3中间穿插一个节奏。一下雨还有点凉，哎，这周是一个过渡周，下周就这样一起练，也就是说未来周6的中长距离就变成一个节奏跑。不像每次似的冲的那么猛，周3也是，然后周2和周4会相对全力以赴。这周周末还有一场场地赛，但是现在对场地赛我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因为这段时间的不规律造成阈值能力、速度就顶的那能力大幅下降。那我们一会儿看这么多人，因为大阪城这一条路的单长只有 1.5， 所以为了不拐死弯，我们跑到距离喷水池1公里的地方，这样的话，用那边的喷水池做折返就顺一些。我给手表设的是3分40到3分20，组间80秒。我设置的自由模式，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都对得上。走，第一个。3分36，稳。他感觉和大部队一起跑3分36，还可以。哎呀，我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未来有一天能这样跑下一个马拉松。哎，如果能3分36跑一个全马是什么成绩？比240领先10秒，那就是420秒。7分钟，333，对不起，又是一瓶无糖电解质，我就是带能量胶了，这一共10公里有点多，马上要开始了，1分20秒，好短呀！海豆，嘿，走。
感觉有点快啊，这一组起步，手表都响了，2分59。早上好。3分34，那次，比第一组还快。哦，小伙伴们，第4个完了，3分33，第一个336，第二个334，第三个不记得了，好像是334，刚才那个333，还有最后一个。这一个稍微顶了一点，因为这个所以匀速很重要，小伙伴们在赛场上，这个在700-800米的时候，大家慢了一点，后来加了200米的速，加到了3分20，那个速加完，我就开始定了。虽然整体平均配速你看都是3分30多，对吧？还有10秒，我去，最后一个。はい。最后一个，大家就各自跑了。嘿，嘿，325，他俩都不就我操，太高了，他俩都，孩子，他俩都，孩子，啊，我来了，孩子，哇，哎。孩子，到此来他妈的，还行。前4个集体跑还不太累，最后一个
最后一个到最后700米定了一下，前面还好。慢跑回家。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昨天大家看完那个训练之后讨论的一个事儿，我的观点就是关于变速跑和间歇跑，就本质上这俩事儿不一样。就是我的观点是，间歇跑就是要每一个都顶上去。我说间歇跑就是短距离间歇，像刚才我们这种2公里的其实不太算，因为距离长。短距离间歇是什么呢？400、800、1000、1600这个距离，超过1600我就不认为是短距离的间歇了。这种课更重要的是要顶上去，所以呢，组间的时候就休息，就纯休息，就不要慢跑。就是有人说，那慢跑是不是更好？不是的，就有些东西不是你消耗越大越好，而是要分清目的。间歇跑的目的就是刺激最大摄氧量，刺激绝对速度，让你越来越快。那你的组间休息就要休息到位。但是从原则上说，纯理论上说，组间休息是休息的时间越短，效果越好。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就拼了，我就休息30秒每个1公里，就是它也是一个，就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。但是你不能休息到整个人都凉下来。你看我们今天2公里，然后中间休息120秒，像之前我们跑1公里，中间休息90秒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今天这2公里前面的4个不够快，就是有几位选手的马配。像我的话是我的马配和半马配之间。像我们跑那种短距离间歇1公里就全力以赴顶上去，每一个都在3分10几，最后一个可能在3分0几这种。那中间的休息90秒就很极限，就是你不能休息到完全就所有的指标都回落到没跑之前的样子。像如果你跑400米的间歇，那休息就是1分钟，不管是什么水平的选手。如果1分钟你跑不了，那说明你现在还不需要跑400米的间歇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像1000米的间歇的话，一开始可以从2分钟的休息开始，慢慢的过渡到1分半，就是这样。就间隔时间不能太长。为什么我一直非常反对所谓的这个压缩800？那就是一个在信息还太匮乏的年代，那时候能发声的人其实不多，谁能写个跑步的书真的就了不起了。我觉得那就是硬拼凑的一个毫无意义的一个东西。就是800米不够长，组数不够多，间隔又太长，这种课跑完了除了让你累以外没有任何意义。你随便找一个马拉松能跑3小时40多的男子选手，你让他跑压缩800，都能跑到马拉松3小时15的所谓的那个3小时15的水平。所以要分清楚目的。间歇跑就是让你顶上去的，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。而变速跑跑的是什么？变速跑跑的是慢慢的去刺激你的阈值，就中间的慢跑让身体不那么松下来，然后再快，然后再慢再快，等于你的整个的负荷和你身体感受到的强度是慢慢的往上走的。就是那个负荷要比间歇跑那种负荷，就它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。间歇跑是把全部的力量用在那1公里或者1.6公里或者400米上，而变速跑法德莱克是用在整个训练上，就是它一点一点的往上爬，然后刺激你的阈值。所以我认为，就是法德莱克和我今天就跑一个阈值区间的10几公里，或者是我就跑一个 LTR 的几公里，差别不大。只不过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又要有月跑量，就是你的跑量得够，跑量不够的话，你的马拉松会掉速。所以呢，法德莱克是一个很不错的，又不太累，又能让你不那么枯燥，还刺激了阈值，还不太容易受伤的一个凑跑量的做法。我的不成熟的观点。
嘿，小伙伴们，6月9号星期二，今天训练结束。今天整个的跑量差不多，不到19公里，还可以。一会儿咱们看一下单圈数据。看看单圈数据，第一个2公里3分36，平均配速啊。第二个3分34，第三个3分34，第四个3分33，最后一个3分25，还可以。最后一个跑进半马的配速就还行。现在看起来我能跑3分27的半马是挺拼的那个时候确实把状态调到了最好。调状态这个事儿其实挺微妙的，就如果没有比赛等着你，又不太好调，就自己给自己那个动力和压力和比赛给的不一样。就是你有时候面对一个确定时间的比赛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怎么说呢，就那状态感觉不一样，这个挺奇怪的。今天这个课还可以，负荷肯定是比自己轻松跑要大的，比昨天也大，所以这周是我比较关键的一周，因为这周适应一个新的节奏，从下周开始，就周一自己就不做强度训练了，然后就是周二、周四和周六，周三的集体的配速跑，下周好像是321。就这种呢，就稍微降一个档，就不冲到极限速度，这样的话这一周的训练就挺好的，对于下训来说。然后时不时的找一周，比方这一周假设我们是12个400，那这一周就把重心放在12个400上去冲一冲速度，就这样自己去掌握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